皮特带着家人们来到了布朗大学，准备为梅根提交入学申请。小布望着久违的母校，大发感慨。路易斯也怀念起了学生时代，说当初他的大学生活可刺激了。有一次，国民警卫队的人还朝他的朋友开枪。正说着，轮到梅根进招生办公室了。路易斯和皮特默契的在梅根脸上抹灰，就怕她太漂亮，潜规则找上门来。克瑞斯三人则在校园里闲溜达。小布说起当年在这所学校遭受排挤的经历，饺子跑去搭讪一群火辣的女大学生，被他们当成装大人的小屁孩调侃。饺子又逛到了化学实验室，一瞧那些瓶瓶罐罐，就幻想起女巫的模样，想着偷几瓶回去要死老妈，结果又被老师当成小屁孩赶了出去。饺子觉得别人都在歧视他的小个子，为此愤愤不平，甚至投币许愿要快快长大。可惜上天不语。另一边，招生办主任看了梅根的个人档案，首先就歧视起她的名字，又嫌弃她从没有参加过课外活动，最终拒绝了梅根的入学申请。回到家里后，梅根十分沮丧，认为自己铁定是上不了大学了，高中毕业就去当洗发廊小妹儿吧。路易斯对女儿的学业非常上心，他安慰梅根说：“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，现在多参加一些课外活动，找几份兼职来干干，丰富简历，再去申请也是一样的。”梅根仔细一琢磨，说他有个朋友是学校的新闻社社长，或许能给他开个后门。皮特一听，猛拍大腿，比女儿还激动，当即要跟路易斯比赛环世界一周，显示自己对女儿学业的关心。第二天，梅根去见那位朋友龅牙弟，说明了自己的情况。龅牙弟显得为难，说干新闻工作得对相关的东西感兴趣，比如报纸、八卦，或者说对他。梅根立马听出了弦外之音，他长叹一声，开始被迫撩汉啊！你的粉刺看上去多么性感迷人！梅根小手一动，龅牙男当场就范，他破例给了梅根一次机会，让他去采访市长。梅根说干就干，带上纸和笔就直奔市政厅。市长一听是报社派来的人，当场掀桌而撂下狠话：“你总不能采访死人吧？”话音未落，人已经从2楼窗户跳了下去，救护车火速赶来将他拉走。临走前，市长还挑衅地朝梅根挤眼睛。梅根错愕地站在门口，市长秘书一把将炸弹塞他手里，给他炸了一个两开花。梅根怒了，他认为市长的做法是在向他宣战，他若不能完成采访，誓不罢休。市长悄悄溜回了办公室，鬼鬼祟祟地跑去上厕所。梅根趁机堵在门口，一把抓住了市长的命脉。人生的操蛋就像没擦干净的屁股，市长为了一卷手指而屈服了。皮特家里，路易斯为了防止饺子偷吃零食，把蛋卷放在柜子上面。饺子再一次受到身高方面的迫害，他满心的愤恨终于按耐不住，产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，他打算制作仪器来控制克瑞斯，去做很多他无法办到的事。与此同时，梅根的采访陷入了僵局，这市长明显脑筋不太正常，啰里吧嗦大半天全是听不懂的废话。市长洗手的时候看到水流进下水管，愤怒地认为有人在偷他的水，然后他又浇盆栽来证明自己的观点，自言自语地说他为了揪出偷水贼已经挪用了15万税款，这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呀。梅根一听耳朵都竖起来了，挪用公款可是个大新闻，一旦公之于众肯定能轰动全镇。市长急忙去追梅根，可惜没追上，他一转身就将这茬事给忘了，看来确实有点大病。另一边，饺子自制气球飞行器，悄悄摸到克瑞斯背后，趁着他在睡午觉，将控制器植入其脑后，克瑞斯立即变成了饺子的遥控机器人，让他干啥就干啥。事后克瑞斯还不会有任何记忆。梅根回家后，将他发现的大新闻告诉家人们，标题就叫市政厅的腐败。他已经将新闻稿放在主编的办公桌上，期待能够一鸣惊人。皮特嘲笑梅根说，贪污腐败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了，这类新闻根本引起不了轰动，大众更爱看的是娱乐八卦、明星绯闻。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，皮特当场捏造了一个重磅新闻，半夜里像詹姆斯特工一样悄悄潜入新闻社，将梅根的新闻稿给替换了。第二天，大家的反应就如梅根预料的那样，所有看过报纸的人都朝他竖起大拇指。社长声称这是他见过最轰动的新闻。梅根正沉浸在喜悦当中，猛地望见报纸上的一行标题 Luke Perry 是同性恋。 What？ 他的笑容瞬间变成了恐惧。 Luke Perry 可是他最喜欢的男歌手，他攻击谁也不可能攻击他呀。与此同时，正在晒日光浴的 Luke Perry 随手翻看报纸，一眼就看到了这个爆炸性新闻，他勃然大怒，马上让人给这个叫梅根的无良小报记者寄律师函。回家后，皮特得意地说是自己干的，梅根伤心欲绝，别人都是坑爹，他却一直被爹坑，他上辈子到底做了什么孽，这辈子摊上这么个混账老爸。皮特为了安慰女儿，给她看了自己藏起来的彩虹小马，那本来是梅根6岁的生日礼物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现在也还能骑，就是有点硌屁股。皮特蹲在门口忧心忡忡，这一次他真的觉得自己好像做错事了，有这种感觉简直是破天荒的头一遭。皮特思来想去，最后觉得都是 Luke Perry 的错，如果他真的是同性恋，不就没这么多破事了吗？他决定继续当狗仔队，是要拍到能证明 Luke Perry 是同性恋的照片。小布问他有什么打算，皮特说看他用3寸不烂之舌忽忽悠悠把 Luke Perry 扳弯。镜头一转，饺子遥控着他的新型机器人克瑞斯0号出去溜街，想买电锯、铁丝之类的武器。
提升克瑞斯0号的战斗力，好去暗杀路易斯。可惜他忘了一个关键问题，他和克瑞斯0号都没带钱，饺子一贯的毒舌，差点没害克瑞斯0号挨揍。他只好找来一把斧头，趁路易斯做饭的时候偷袭他。不料路易斯使用微波炉时，信号干扰导致控制器开始失灵，克瑞斯0号回头就追着饺子满大街乱砍。这时梅根跑来向妈妈诉苦，说现在全校的人都骂他是大骗子，他现在都不敢去上学了，还问老妈为何会看上老爸这样的混球。路易斯连忙安慰女儿，说皮特放荡不羁的外表下藏着对家人最深沉的爱，他一定能摆平这一切，让梅根放宽了心。这话鬼都不信。皮特这时已经和小布摸进了 Luke Perry 的豪宅，他们决定使用美男计色诱。小布躲在暗处拍照，皮特当着 Luke Perry 的面脱得只剩条裤衩，浑身涂满精油，在那搔首弄姿，害得 Luke Perry 把早饭都吐了出来。皮特仗着脸皮厚无人能敌，死缠着跟 Luke Perry 套近乎，瞎扯了几首歌猛夸 Luke Perry 的唱功，可惜没一首是别人唱过的。最后皮特邀请 Luke Perry 到自家吃晚饭。众所周知，皮特有请人吃饭必成功的被动，所以 Luke Perry 欣然的随他前往。实习狗仔队小布已经在暗处就位，只等捕捉到同性恋画面，就能出一个实锤新闻。Luke Perry 跟皮特畅聊一番后，只觉得相见恨晚，但他有工作要忙，必须离开了。皮特一听，赶紧泼了他一身葡萄酒，然后拉拉扯扯的要扒下 Luke Perry 衣服帮他洗。Luke Perry 愤怒的表示，自己就算真的是同性恋，也能找个比皮特好100万倍的小鲜肉。现在气氛即将焦灼起来时，路易斯和梅根推门而入，皮特没招了，只好打感情牌，向 Luke Perry 坦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，请求他撤销诉讼。Luke Perry 摆摆手说，嗨呀，多大个事儿，便拉着梅根钻进卧室进行一番深入交流，让他重新写一份更真实的新闻。不久，梅根的第2个新闻上报了，皮特特意去旅馆给 Luke Perry 送了一份。Luke Perry 隔着门缝将皮特赶走，双人大床上，市长正宽衣解带等着他宠幸呢。关灯之前，市长再次提醒 Luke Perry， 完事以后别再偷他的水了。Luke Perry 脸上露出邪恶的笑，男人脱了裤子后说的话，一个字儿都不能相信。